大家好啊，好久没有讲 LK99关联的论文了。很多朋友呢，留言让我继续讲讲。这个我得声明一下啊，这个不是什么韩吹，当然我也不是韩黑啊。有人认为呢，我讲 LK99就是韩吹，这我得批评一下啊。你都进入研究这个超导这么一个兴趣领域了，还盯着国内那些脑残造谣什么韩国人偷孔子偷粽子这事儿，那格局就太低了啊。咱们大陆官方的媒体啊，官媒都辟谣过。你说你要信那个，你得多弱智啊，是吧？那就和那些无脑的拼客没啥区别了啊！格局要打开，别天天盯着别人偷咱家东西，不然一提 LK99我就笑场啊！另外呢，你实在气不愤，你看看咱们网文，穿越机吧，带上筒子哥，把国外的好东西咱们都搬运过来，是吧？多爽啊！你看，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今天聊的论文啊。我感觉呢是应该在去年这个时候发表，但实际上它就是今年发表的。它发表在哪儿呢？刊发在Progress in Superconductivity and Cryogenetics， 叫超导与低温物理进展。看起来这本杂志很可能是韩国低温超导学会的这么出版的啊，就是 KSSC 啊。那这个学会大家知道啊。去年已经2次声明 LK99不是室温超导体了，还发了这个长的这个白皮书，是吧？想直接锤死 LK99，但是李世培啊看起来没太受太大影响，他们相互都不尿啊。那回到这篇论文啊，论文的作者呢来自韩国成均馆大学啊和檀国大学，主要作者呢包括韩允熙、李泰熙、李俊元、宋在求、白成业等等。通讯作者呢叫李汉吴和朴斗轩。那成均馆大学也是韩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啊，位于首尔和水源。那这个学校在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啊，还是有较强的这个研究实力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文的摘要部分吧。最近啊，李等人声称 LK99呢是首个室温常压超导体。这一声明啊，迅速引起了科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我们尝试复制合成了 LK99，并通过测量电阻和麦斯达效应来表征其物理性质。不同 P4 样品的电阻测量结果在不同温度下表现出结构相变，而 300K 是测量的磁测量结果显示出弱磁性啊，它的强度比水的还要弱。结合结构分析啊，这些结果表明，观察到的电阻转变是由于 LK99合成过程中的作为副产品的硫化亚铜化合物引起的。它不是 LK99， 而 LK99呢，并非室温常压超导体。那这个概要还是比较简单的，概括了他们研究的背景方法、主要发现和结论。结论就是 LK99不是室温超导体，观察到的现象可能是由于硫化亚铜杂质引起的。所以你看这个论文是不是还有点穿越到去年这个时候的感觉？我们看完整的引言部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超导历史以及 LK99现象发生啊，引言都是这样的，是吧？忆苦思甜吧，讲讲过去啊。引言：超导现象是1911年被发现，不仅其科学价值，还因为它在现代技术中的潜在应用引起了巨大的兴趣。那这个现象代表了一种宏观量子态，其特征是零电阻和完全抗磁性啊，就是麦斯达效应了。那这个一直吸引着众多科学家。此外呢，当Badnos 和 Muller 在1986年报道了这个拉贝同氧的这个超导体的这个临界温度提高到30K 的时候，人们对它的实际应用期望值飙升啊，这就使得研究人员热情致力于实现更高的临界温度。在常压下获得的最高的临界温度是1993年这个汞倍钙铜氧和这个汞铅倍钙铜氧的这个133K。 然而这个临界温度对于大多数工业应用来说仍然太低。2019年在赵巴的压力下，超氢化物报道出近似于接近室温的超导性那么 TC 值呢就是高于250K。 虽然发现这种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令人着迷，但是极高压环境的要求限制了它们的实际应用。
最近呢，李世培等人报道了可能是首个室温超导体的 LK99，它的电阻啊在380K 以下急剧下降，并伴有相应的抗磁响应。不仅科学界，而且全世界的普通公众都对这一消息感到兴奋，因为室温超导体啊有可能彻底改变能源和技术系统。然而啊，通过李世培等人报道的合成方法制备的材料，观察到的结果呢却大不相同，没有显示出超导性，这导致许多科学家对 LK99 的本质提出质疑。在本文中啊，我们报道了所谓的室温超导体 LK99 的合成，我们遵循李世培等人报道的合成方法，并测量了相应的物理性质。晶体的 X 射线衍射峰与 LK99 预期峰相匹配，还有包括铜、硫化亚铜，以及其他的在内的杂质。然而啊，电阻没有降到0，这表明 LK99 不是室温超导体。这个引言部分不太长很好的就概括了这个超导的历史背景和重要性，以及最近1年来关于 LK99 的争议继续我们看实验细节具体的论文我就不读了因为它就是完全按照李世培的那个论文合成方法。首先是方铅矿这个合成方法，然后是这个磷化亚铜前驱体的制备过程，以及这个 LK99 的3批样品的合成方法。那使用的这个测试技术就包括 XRD、SEM、EDS 电阻测量、磁性测量等等这些详细的实验步骤对于我们这些 LK99 的老观众来说耳熟能详那么结论来了，结论是什么呢？我们看 conclusion 结果与讨论那么图 1A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1A 就是这儿。那么图 1A 和 B 分别显示出了磷化亚铜和方铅矿在 θ 到2 θ 扫描 X 射线衍射的结果。那磷化亚铜和方铅矿的 XRD就是 X 射线衍射图谱与六方精细结构空间群一致。用 Full Professional 软件分析得到的相应晶格参数为磷化亚铜是 A 等于 6.9654i， C 等于 7.1417i， 方铅矿的A 是 9.8793i， C 是 7.2735i。 那图1的 C 和 D 分别显示出了两批的第2批和第3批的 LK99 的 X 衍射图谱。那其中计算到的峰值呢和李世培等人报道的 LK99 预期峰值相似。那未被识别的额外峰值来自杂质项在第1批样品这个由于过量的铜表现出强烈的铜峰，而第2批和第3批样品的铜含量较少。此外呢，所有批次都显示出明显的方铅矿和硫化亚铜的杂质峰。那粉红色区域的X 射线衍射结果呢，也显示出与灰色区域整体相似的峰型，表明它们可能具有和 LK99 相似的晶体结构。尽管粉红色部分的电阻非常高，超出了我们电阻桥的可测量范围，这与灰色区域不同，后者的温度依赖电阻如图2所示。对样品进行能量色散 X 射线光谱，就 EDS 分析这个结果呢和 XRD 分析结果相似，检测到了具有不同的铜含量，就 5% 到 20% 的铅磷灰石。ETS 分析中也观察到了铜、方铅矿铜和这个不是方铅矿，就叫4铅2磷12氧硫吧，以及硫化亚铜的杂质项。那么表1呢，我们看一下表1表1呢就比较了先前报道的 LK99 与我们结果的这个晶格参数的比较，就这个表计算得到的 LK99 晶格参数为第1批 A 等于 9.836i， C 等于 7.328i， 第2批 A 等于 9.825i， C 等于 7.370i， 第3批的晶格参数为 A 等于 9.825i， C 等于 7.631。 其中磷化亚铜减少了 10%， 退火时间延长到了24小时。除了 LK99 项之外，
在所有批次中都发现了硫化亚铜的杂质，晶格参数这个晶格常数呢小于铅磷灰石的晶格常数，这与报道的 LK99 情况相当我们注意到由于掺杂水平在每个批次内似乎都有波动，晶格常数可能无法正确估计。图 2A 显示出了第3批样品的 SEM 的就电镜的这个形貌图像样品的相应化学成分显示存在多种杂质项与 LK99 类似相共存，即使在单个样品中，铜含量也从 3% 到 13% 不等。此外呢，还检测到了硅的包含，表明在热处理过程中可能与石英滚发生反应，导致磷位置被部分取代第1、2、3批样品的灰色部分 LK99 类似项的估计化学计算量为铅 9.3 铜0.6 磷 4.44 氧 20.10以及硅 1.37。那第2批呢是磷 9.68 铜 0.31 磷 5.02 氧 27.59 硅 0.56。第3批呢是铅 8.81 铜 1.19 磷 4.93 氧 18.0 硅 1.18。第2批样品中的红色部分的化学剂量比为磷 6.23 铜 3.77 磷 2.580 氧 33.63 硅 3.67。值得注意的是样品的红色部分比灰色部分表现出更高的硅和铜浓度，这可能是由于在退火过程中以石英滚和铜发生了更明显的反应。图2的 B 到 D 显示出了第1、2、3批样品中灰色区域的电阻温度依赖性这个插图测量在 310K 到 390K 的温度范围内进行，采用连续升温和降温循环与预期的超导电阻行为相反，所有3批样品都表现出了类似整体绝缘体的特性。此外呢，第1、2、3批样品中分别在320到340K、330到345K、360到380K 内的温度范围内观察到了异常的转变。第3批样品在约360到380K 的转变，它的特征是电阻跳跃，和其他的研究发现一致其中呢，这种跳跃被归因为少量的硫化亚铜包含作为杂质我们的 XRD 和 EDS 结果显示，所有的3批样品中都存在硫化亚铜项，支持这种转变与硫化亚铜包含有关的假设。另一方面第1批和第2批样品中的特征出现在比硫化亚铜相关转变更低的温度，并且呢与 LK99 相关材料的任何转变都不对应。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硫化亚铜的铜和硫它之间的化学剂量比略有偏差，也就是铜2减 X 硫，其中呢热质随着 X 增加而受影响。对于 X 等于 0.2 的时候甚至出现在 300K。 然而我们注意到我们样品中存在多种杂质项以及不同的铜含量，使得很难确定在 340K 以下观察到的转变的起源。那这些相同的样品的磁响应太小，我们无法用我们的设备探测，因此测量了不同批次的较大样品以识别磁性。那图 3A 这个图 3A 就分别 A 到 C 分别表现了第1、2和3批样品的磁化率随温度的变化，其中黑色方块和红色圆圈代表从 400K 到 200K 的零场冷却，就是 ZFC 和场冷却，就是 FC 的测量。那MH 数据显示出所有的3批样品在 33K 到 400K 范围内都表现出弱的抗磁性。那么第1、2和3批样品在300K 时的值呢分别是负 1.101 乘10的负7次方，负 1.170 乘10的负10次方和负 6.405 乘10的负8次方电磁单位每克每奥斯特所以这些抗磁信号是远小于水的抗磁信号，
是负0.505乘10的负4次方电磁单位每克每奥斯特。这就是他前面说的，说比水的抗磁性还要低，他们做的这样品。那图 A 和 B 的插图显示，观察到 ZFC 和 FC 曲线之间的小差异，这可能是电阻曲线中观察到的转变有关。ZFC 和 FC 测量之间的偏差温度与电阻率中观察到的相应转变温度不同，这可能由于样品依赖性和不同的杂质造成的。那图 3D 呢，就显示出了所有3个样品的磁化强度随磁场的依赖关系。那所有的磁化曲线的磁场依赖信号的负线性再次揭示了小的抗磁信号，这与温度依赖的值就是 MH 值一致。我们注意到啊 ，M 对 H 的曲线中没有超导特征。总结说来，就是我们按照李世培他们的方法说明，合成了 LK99，并研究了它随温度和磁场变化的物理性质。XRD 分析啊，显示出与 LK99 预期相对应的类似峰值。那 EDS 分析呢，表明我们的样品中还包含了额外的硅。然而啊，电阻力和磁性测量结果未能显示出任何超导特性的迹象，反而显示出绝缘体的行为。这些结果表明 LK99 不太可能是超导体，但是它的电疏运和磁性似乎与硫化亚铜杂质相关。那么他们成功合成啊，确实啊，他们这个研究者啊，确实成功合成了 LK99 项的材料。那么 LK99 的 XRD 的结果呢，显示出了和这个李世培他们的这个 LK99 相匹配的这个峰，但是呢有杂质，合成样品中呢存在显著的杂质。主要的杂质呢包括铜、硫化亚铜和这个仿铅矿吧，这表明他们没有成功制备出纯相的 LK99。另外一个呢就是硅污染这个 EDS 分析出样品里边有硅，这可能是由于在高温合成过程中和石英果反应造成的。那不同批次的变化也能看出来，研究者制备了3个批次的样品，就成均馆大学，他们在成分和性质上都有一些差异，这就表明合成工的可重复性是存在挑战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呢，尽管存在 LK99 项但样品呢并未表现出超导的特性。电阻测量呢显示的也是绝缘体行为，而不是超导体的零电阻嘛。那么磁性测量也显示出呢是非常弱的抗磁性，远弱于水。因此这个论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就是呢，虽然我们确实合成出了具有 LK99 项的材料，但没有获得纯相，而且所得材料呢并不表现出超导性。所以这个结果对于验证李世培他们关于 LK99 是室温超导体的声明他就提出了质疑同时也强调了在这个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更精确的合成方法。论文呢确实是论证了杂质可能导致了一些可能被误解为室温超导现象的电磁特性这些现象很弱远不是真正的超导体。那么也确认了 LK99 项的存在但没有获得纯相。这个论文它试图就是解释一些观察到的现象并指出呢这些可能是由于杂质引起的，是吧？但是关于纯 LK99 是否具有超导可能性的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看完这个上半这刚才这篇论文这个我们直接看一下北京科技大学陈丁老师的一篇微博那陈博微博呢这篇文章呢就介绍了前不久引用了真可爱呆和习老师论文的那个英国、美国和欧盟的那个联合的论文就是指出磷灰石体系和奇金属的这个研究。那陈老师呢在继续探讨这个磷灰石体系的室温超导的原理就是一维通道的载流子的浓度。具体文章呢大家可以到新浪微博关注一下陈老师的这个微博，看文章的全文那他主要就是指出磷灰石项的一维通道被认为是引入载流子的关键位置。铜替换出在结构中的作用非常重要。那么他也回顾了这1年多以来理论这个计算的发展。初期呢就去年这个时候2023年8月初主要关注呢铜替换位置和能带结构。到了中期就是到了
2023年9月左右呢，开始探讨呢载流子引入的机制。那最新阶段呢，就是研究载流子浓度对电子结构的影响。那他认为，关键结论是什么呢？就是铜替换导致能系下降，可能在室温下产生大量的载流子。那载流子引入了机制是比较复杂的，所以难以在实验中精确控制。那最新的研究表明呢，载流子浓度可能会导致奇异金属态。那之所以把韩国这个论文啊和陈老师这个文章放到一起呢，是让大家比较一下这1年多以来的这个进展。成均馆大学的论文啊，就是去年复现 LK99 的一篇经典作业而陈老师的文章以及他引用的论文，那是最新的大家桌子底下的工作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比较一下，一个就是纯度和复杂性。那第一篇论文就成均馆大学论文，它处理的实际上是合成的混合相，是吧？而后边这个就是陈老师引用的这个英国的这个论文呢，是尝试理解纯相中的复杂的量子响应。第二个呢是宏观对微观。第一篇呢主要关注宏观的物理性质，那么陈老师论文以及陈老师的微博以及后边论文呢，深入到了微观的量子效应第三个就是实验和结论的对比第一篇是实验为主，那陈老师以及引用的论文呢，进行了合理的深度分析和计算模拟。另外就是研究深度后面的研究显然是更深入了试图从基本物理原理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所以 LK99 引发的这个室温超导的研究陈博微博呢提到的研究方向可能更加深入和全面。它不仅仅是停留在了材料的这个表面特性而是试图从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学的角度呢分析理解材料的本质行为。而这种深入研究有可能为 LK99 以及类似材料它潜在的超导机制提供更多的洞见即使这些材料目前还没有表现出什么这个室温超导性其实这种深入的研究方法我指的是前面引用郑可爱丹那个论文的那个论文可能最终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某些样品表现出异常的电磁行为即使它们可能不是真正的超导体，它也可能为设计和优化新的这个潜在的超导材料提供指导。好的，这就是一篇韩国论文和陈博微博的解读，谢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拍砖，下次再见，拜拜。